你有想过自己国家的棒球队出国比赛，结果选手竟然集体落跑，只剩下一半的球员回国吗？而且民众不但不生气，还为那些落跑球员献上满满祝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古巴棒球员大叛逃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棒球在古巴非常受到欢迎哦。早在100多年前，古巴就成立过职业棒球联盟，是除了美国之外最早拥有职棒联盟的国家。长期以来，他们培养了许多顶尖的棒球选手，也是国际比赛的常胜军哦，被大家尊称为红色闪电。不过，今年的10月却发生了一件让古巴颜面扫地的事情。在墨西哥举办的 U23 世界杯棒球赛当中呢，有12位古巴球员决定背叛国家队，在杯赛结束之前消失无踪，成为了古巴史上最大规模的棒球员叛逃事件。虽然说叛逃对古巴来讲不是一个新鲜事哦，但人数这么多还是头一遭。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运动员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古巴？而古巴叛逃的问题到底又有多严重？又该如何解决呢？依照惯例，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最近志宇七七团队又要招募特约的合作伙伴喽。过去频道里面有不少影片的脚本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专业背景的特约作者，透过远端的方式跟我们的团队协作，把更多重要或有趣的议题分享给大家。那为了让志宇七七的内容更多元、观点更深入，现在我们要再扩大招募喽。包含生活法律啊、国际新闻、公共卫生、医学议题、饮食文化、日韩文化，或是其他任何有趣甚至是猎奇的题材，只要你能够稳定的提供8到10分钟的影片口白脚本，我们都很欢迎。而另外，我们最近也设计了奖励机制，让长期稳定公稿的作者有机会获得更高的稿费。那如果你有兴趣，就赶快到这支影片的资讯栏点击官网的连结，看看更多的详细职缺说明吧。那也欢迎你帮忙我们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觉得适合或是有兴趣的朋友哦。为了让大家更能够理解球员们为什么要叛逃，我们要稍微的介绍一下古巴的经济状况。1959年，古巴革命军推翻了独裁政府，开始建立了共产国家，并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势不两立。而美国为了反制，决定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断绝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一开始，古巴还有苏联老大哥撑腰，各方面都还过得去。但在1990年代，苏联垮台之后，古巴的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渐渐的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能力出现差距。举例来说，一般的古巴平民呢，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只有30美元左右，工资非常的低廉。那就算是棒球选手，每个月平均也才大约50美元，待遇只比一般人好一点点。那虽然说古巴身为共产国家，有许多的物资是用配给的，日常消费也不高，但长期低薪还是让很多的古巴人越来越待不下去。而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许多人开始尝试离开古巴。其中有钱的人可能会靠移民，没钱的人呢就只能想办法偷渡。而民间也有流传一句玩笑话：在古巴你是找不到游泳池的，因为会游泳的人全都游到美国去了。根据统计，自从共产党上台之后呢，已经有100万人选择逃离古巴，占了全体人口的1/10。棒球选手当然也不例外，尤其美国大联盟提供的薪水是许多人从贫困当中翻身的希望。要知道，大联盟最低的基本工资年薪也有57万美金。换算下来呢，在大联盟工作1天所赚到的钱就超过了在古巴1整年的薪资总额。那更不用说，许多优秀的古巴选手都可以拿到比基本工资还要多好几倍的薪水。而这么夸张的工资差距呢，也成为了美国对于古巴球员最大的吸引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光是从2014年开始，就有超过300位的古巴棒球员选择叛逃，追寻他们的美国梦。那对于球员来说呢，离开古巴主要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借着出国比赛的机会趁机逃跑，也就是俗称的跳机。通常来讲呢，古巴的国家队球员出国时都会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避免他们乱逃。但是呢，只要球员们有抓到政府人员疏忽的空档，还是有机会叛逃成功的。而整个叛逃过程呢，就像电影一样刺激哦。有的球员呢会趁大家待在旅馆休息的时候，从窗户跳出去爬树逃走；而有的球员呢，则趁队友在打冠军赛的时候，跑到球场外搭车逃逸，甚至还在马路上面进行飞车追逐战，才成功了摆脱了政府人员的纠缠。
而第二种叛逃的方法呢，则是花一大笔钱，透过人蛇集团搭乘小船偷渡到美国，或是到墨西哥啊、多米尼加、海地等等地方，等待大联盟来签约。不过选择偷渡的代价非常的高，不但会被人蛇集团剥一层皮，又要躲避古巴警察、各国海巡人员的搜捕，甚至呢还有可能被帮派绑架当人质呢，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像是大联盟知名的古巴球员普伊格呢，当初就是靠着人蛇集团偷渡到墨西哥，但过程当中却一度被墨西哥的毒枭给软禁，甚至被威胁要断手断脚，最后靠着美国金主花了25万美金才成功的脱困入境美国。而历经了千辛万苦踏上美国之后，下一个阶段的挑战才正要开始。有些球员很幸运成功站稳大联盟，晋升为人生胜利组，像是绰号这个古巴飞弹的洋基队投手查普曼，8年前从古巴队叛逃后，身价就越来越高，甚至现在年薪超过了5亿元的台币，可说是谷底翻身的最佳代表。不过成功案例仍然是少数哦，有更多的古巴选手只能够在大小联盟之间载浮载沉，再加上古巴对于叛逃的球员有严厉的惩罚，不止禁止他们回国，也不让他们的家人去美国探亲。这些古巴球员呢，只能够独自打拼，想办法在美国生存下去。那说到这里哦，我们大致了解了古巴球员叛逃的原因以及过程。而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对古巴来说，球员的离开又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叛逃的选手当中呢，有很多是国家队的重要战力，就像我们的王建民啊、陈金锋一样，都是万中选一的顶尖球员。有人就评估，如果把叛逃的古巴球员凑一凑呢，应该可以组出一支全世界最强的棒球队。毕竟最近这10年来，古巴已经出了4位大联盟新人王、3位季后赛的 MVP， 入选明星赛或是拿过各项大奖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对古巴来说，年轻好手不断的出走，却让国家队的战力遭受到严重打击，成绩越来越难看。以前的古巴队呢，是个曾经拿到3次奥运金牌以及25次世界杯冠军的传统强权，但这几年的古巴呢，却在国际的赛事频频输球，实力明显不如以往。这样的状况让古巴政府非常的不开心哦，他们认为美国一方面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让他们赚不到钱，另一方面呢，却又一直挖墙脚，捧着大把的钞票，引诱他们的球员背叛国家，害得古巴的棒球实力越来越差。叛逃长期以来的争议呢，终于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有了一点改变。当时的奥巴马政府积极的修复美国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更解除了多项的贸易禁令。而顺着这股趋势呢，大联盟和古巴棒球协会也开始对彼此释出善意，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叛逃问题。而经过了3年的讨论，也就是2018年，双方终于签下了历史性的协议。根据协议，只要选手年满25岁，并且在古巴的棒球联盟有6年以上的经验，就会成为自由球员，不用叛逃就能够跟大联盟签约。同时，大联盟也会支付一笔可观的酬劳给资源拮据的古巴棒协当做补偿。而这样的方法呢，让大联盟球队可以拿到人，古巴可以拿到钱，球员则可以完成他的美国梦，可以说是3赢的局面。然而，就在这一切几乎定案的时候，当时的川普政府却跳了出来，否决了这项协议。从川普上台之后，因为种种的政治因素，导致美国还有古巴的关系再一次的降到了冰点。对于大联盟和古巴棒协定出的新协议，川普政府呢非常的不开心。在他们的认定当中呢，古巴棒球协会属于古巴政府的附随组织，也就是说呢，付钱给古巴棒协哦，就是付钱给古巴政府。有官员呢就直接表明哦，古巴球员选择到自由社会努力赚钱，古巴政府不应该分到任何的好处。于是基于违反联邦贸易法，美国挡下了这项协议。即使后来政党轮替，换成了拜登上台，这些对于古巴的政策也没有调整迹象，让许多古巴球员的美国梦再次的化为了泡影。2021年是古巴非常艰困的一年，由于疫情失控、粮食短缺、经济萎缩，导致古巴陷入了空前的社会动荡，人民累积的不满一次炸锅，还爆发了共产国家少见的街头示威。而这股生存压力也让大家越来越想要离开古巴。因此，对于今年的 U23 大叛逃事件呢，许多民众不但没有苛责，还给予离开的球员满满的祝福，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古巴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而在这个节骨眼已经焦头烂额的古巴政府，除了谴责叛逃球员缺乏民族意识、美国的经济制裁之外呢，基本上也拿不出其他方法，只能看着曾经闪耀的红色闪电渐渐失去了光芒。
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真的是越查越难过，因为几乎每一位叛逃的球员背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例如，有人是为了改善家计才选择叛逃，但却从此与家庭诀别，连父母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有人偷渡失败被遣送回古巴，还为此多次的出入了监狱；有人呢，则是在逃亡的时候不幸漂流到了无人岛，甚至差点丢了小命。可更惨的是呢，人蛇集团已经渗透了产业链，靠着贩卖绑架勒赎古巴球员，得到了许多不法利益。这些事情都不是秘密。古巴球员的交易市场呢，早已经成为了大联盟最黑暗的角落。但直到现在，古巴球员还是挤破头想要进大联盟，大联盟也还是需要古巴球员，供给还有需求都仍然很旺盛。我们担心的是，就算没有合法的管道，球员们还是会铤而走险，赌上性命来追寻美国梦。如果短期之内古巴经济没有好转，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没有改变，那么下一次的叛逃事件恐怕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了。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哦。最后想问大家的是，如果你是古巴球员，你会选择叛逃吗 ？A 会，为了梦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我愿意赌一把。B 不会，我觉得过程太危险了，还是希望透过协议的方式。C 不会哦，就算过得再辛苦，还是会想要留在自己的国家尽一份心力。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古巴球员为什么要叛逃。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棒球是怎么变国球的，以及让人笑死的大谷翔平。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